我为出世就看到营养，因为我到即马算行营养馆第3代，为阮职工的时阵就开始咧行，所以我细汉就是接受到营养，一直到即马，逐当的若咧行营养的时阵，因为我爱行2个多月的时间嘛，所以拢爱3条10公斤，系啊。龙湖山农场的老板小二哥邀请我们到每一年第一次龙眼季节开始的入寮生火仪式。西拉雅地区跟很多地方日晒的龙眼干不一样，全部是使用龙眼木在所谓的焙造寮里面烘焙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龙眼干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但是这种传统工法每次烘焙就要花上5天4夜，而这个烘龙眼干的季节每一年就要不眠不休维持2个月。已经当阿公的小二哥说，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他的爸妈，而是龙眼。因为出生在龙眼农家，诞生在大人最忙的龙眼季节，所以出生以后只能跟着大人在焙造寮里面度过人生最初的时光，也注定了他这辈子跟龙眼分不开的缘分。刚采下来的龙眼青果水分很多，甜分很高，采收以后很容易腐坏，所以就要赶快脱水，变成我们说的龙眼干。这个炭焙龙眼专用的焙造寮，其实是东山传统窑文化保存的最完整的一项。在西拉雅这一个地区里面，大概至少有将近1000座这样各式各样专门烘龙眼的窑，但是一般每个人都关在门里做，外人并不容易看到。我拜托小二哥让我们跟着他5天4夜，希望能够把这一门可能即将失传的手艺深深地记在心里。第一天我们从树上采果实开始，然后要脱叶，要用剪刀剪枝，一粒一粒剪粒，然后放到焙造寮里面，叫做落焙，然后要入寮，要起火，开始这一场人与自然合一的仪式。我以为这一天就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起火以后真正的工作才开始。因为连续1年以来修枝剪枝收集的龙眼木材已经在窑口一捆一捆按照大小长短粗细全部都放好了。粗大的龙眼树的主干能够稳定的烧好几个小时，但是一开始要起火的时候，要用比较细比较点燃着龙眼枝来生火，慢慢的让树干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主干才能够点燃，然后龙眼柴的烟像雾一样慢慢的往上升了。过了1个小时，青烟终于穿透过一层又一层密密摆放的龙眼果实之间的缝隙，透过细细的烟，我看到山下的嘉南平原灯火还是闪耀着。我想人们应该还在看电视，还在上网吧，他们应该没有办法想象在这西拉雅的浅山地带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当我觉得这一天好不容易结束，已经躺在关子岭的火山泥浆温泉里面，慢慢把全身的烟熏味洗掉的时候，没想到小二哥电话又来了。现在要上工了，小二哥说，现在不是才过午夜12点吗？但是我没有想到，原来烘焙最重要的就是控制火候，所以这个火随时要控制在摄氏60度到80度当中。晚上也一样，每2个小时就要去巡一次火，添一次柴火，才会避免这个灶的温度不平均，影响烘焙的品质。太阳出来，吃完早餐，第2天开始重复第1天的工作，在第2口窑重复着采果、剪枝、剪粒、入窑、起火的过程。难怪小二哥说，每年2个月他至少要瘦10公斤。到了第4天，
除了前3口窑日以继夜的翻倍，每2个小时寻柴火、采果、脱叶、剪枝、剪粒、落培、入燎、起火，不断重复的工作，每一口窑还要所谓的钳篦，就是要把细的树枝用手挑剪掉，因为这样的龙眼干渐渐干的时候，这些细细的树枝才不会把龙眼戳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的细节，也难怪这5天4夜的过程当中，9斤的龙眼只能烘出3斤带壳的龙眼，而3斤龙眼干才能剥出1斤去壳的龙眼肉。就这样，每1年2个月，每天24小时，小二哥就会在这里扛着一篓一篓的龙眼，揉着被烟熏红的眼睛，不断的生火翻倍，看着星空和嘉南平原交界的天际线，看着另外一个山头，另外一户龙眼人家，另外一口袅袅炊烟的被造寮。被造寮是大地给龙眼农家的枷锁，也是大自然给西拉雅的祝福。本草纲目里面说龙眼可以安志强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讲的是龙眼对于食用者身体的滋补，但是经历了这5天4夜完整的过程以后，我才发现真正强大的意志力来自于像小二哥这样的农夫，他的生命跟灵魂都灌注在这一颗一颗的龙眼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伊即马年岁啊，哪来哪济，当我即马有2个孙出世吼，我嘛希望讲我的孙会当接我这个工课，但是当然这爱看以后啦，所以讲我嘛是以目前来讲嘛是坚持用种古早式的方法，用眼眼茶来烘这个眼眼干，